如果你还在盯着机器人能搬多少斤 ，DeepMind 这次发布的 Gemini Robotics 2系列可能直接改写了游戏规则。机器人从只能在桌上动，进化到能全身跨步、搬运并完成长达数分钟的复杂任务。这玩意儿终于能像人一样全身协调干长程任务，彻底告别了单一动作的局限。这是 DeepMind 具身智能路线的最新一步，算上之前的 RT 系列，这已经是其机器人控制站的第6次迭代。Gemini Robotics 2不再只是个模型，而是一套包含推理、执行、端测3个核心单元的完整模型站。它要把机器人从单纯的工具变成真正的智能体。看看 Apptronik Apollo 2的那个演示，指令只是把水壶放到底层滤箱子。机器人不仅自己找到了水壶，还能根据货架高低自主跨步移动，这才是真的长程作业。那台机器人同时挂载了2只不同的手，加上一个 Francador 夹爪，这种跨本体的零样任务支持以前很难见到。为什么它能变聪明？核心就是解耦。高层的 ER2 模型负责逻辑规划，低层的 VLA 模型负责电机控制，就像大脑指挥小脑一样，互不干扰。解决泛化难题的关键不在于模型有多强，而在于将高频的底层电机动作与低频的长程逻辑解耦。这种做法让它的响应速度达到了竞品的4倍。这套系统最狠的一点是过程监测，它不再只盯着结果，在任务的关键节点，比如识别任务进度时，准确率能达到 91.3%。它的进度分类准确率为 57.4%， 这意味着它在干活时真的在实时盯着每一个环节。别高兴太早，这套系统也不是完美的。在多指灵巧操作上，它的成功率波动极大，最好的时候能有 92%， 最差的时候甚至掉到 32%。这种不稳定性说明这中间的坑还有的填。能跑长流程靠的是大内存。ER2 的上下文窗口达到了 128K token， 最大输出也能到 64K token， 这让它能记住几分钟前的每一个动作细节，不再像老式机器人那样干一会儿就断片。开发者最关心的就是换个机器人硬件要重写多少代码。有了 On-Device 2模型，在少于200个示例情况下，几小时内就能完成本体迁移。对比上一代，它在 SO101 机器人本体上的成功率从极低提升到了 50% 以上，这和特斯拉 Optimus 那种死磕端到端的方案完全不同。DeepMind 选择的是软硬件解耦，把机器人硬件当成工具库调用，这让研发周期从月缩短到了小时级。有人质疑这种早期员工参与创业项目的模式究竟是风险投资，还是必然伴随的价值剥削，这种讨论在社区里一直没停过。DeepMind 这次还开源了 SAMOV Agentic 安全基准，直接扔到了 Hugging Face 上。别小看这个动作，当大家都用它的标准来评测机器人安全性时，它在具身智能里的地位就稳了。虽然遵循 CC-BY 4.0 协议，但很多人好奇它在物理世界里到底有没有防篡改的后手。当然，想自己动手跑跑的朋友可能会遇到点尴尬。GitHub 上的 Notebook 文件预览功能目前有点 bug， 不少 issue 都在反馈架载报错。这项目目前还处于公开预览阶段， VLA 和 On-Device 2模型更是受限访问，想用还得排队。机制上 ER2 其实就是一个超级调度员，它基于 Gemini 3.5 Flash 构建，把任务拆成一个个动作序列，动态分配给不同的 VLA 智能体去跑。这种协同模式就是它提升效率的关键。从早期硬编码到现在的预训练模型，机器人正在经历大模型的洗礼。云端搞推理，本地搞实时响应，这种端云协同将成为接下来工业界的标配。毕竟没谁想把所有决策都放在云端跑，延迟太高。在这个领域能跑多快不是唯一的 KPI， 能把复杂的逻辑拆解成实实在在的动作，这才是 AI 走出虚拟世界，触碰物理世界的关键。就这一步，